我们先看一下目录吧。在今晚的这个分享中，我会先从 FasterJSON 的搭建然后到常规的我们的探测测试这种种的思路，以及结合一点理论和实践来给大家讲解。最后呢，我会以一个实战的案例来给大家讲解如何在就是有 auto type 防护的状态下，我们进行这么一个测试。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一章 FasterJSON 的搭建。我在群里面已经给朋友们都分享了这个 demo， 大家可以把这个压缩包解压，然后导入自己的 IDE 里面，也可以直接用Maven 构建，直接命令行 Maven 构建好架包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 Java 架来直接运行，就是配置好的架包。两个都可以吧，但是推荐大家使用 IDE。那么我们先从 Spring Boot 的搭建开始。这里使用的是市面上最常见的 Spring Boot 的这个框架。这个框架的好处就在于可以节约你很多配置各种东西的时间，并且它自己内置了什么，包括 Tomcat 这些。最后面你打包成一个架包之后呢，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在你的 VPS 或者是在你的虚拟机的 Linux 环境里面，或者 macOS 的环境里面，你可以运行。那么在这个网站 starspring.io 这里呢，可以方便的生成一个 demo 大家根据自己想要的版本生成就好。那么我们快进一下到 Maven。Maven 的话就是一个辅助我们去导入我们组件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我们这次测试的时候呢，需要使用到 FasterJSON 的组件。这个 JSON 组件呢，大家可以去 Maven 的仓库里面去搜寻，然后呢，在你自己的这 pom.xml 里面，你可以变更自己的 FasterJSON 版本，也可以在上面去看你自己想要的这么一个版本，复制下来也可以，就在上面的这个 PPT 上所放出的这个网址上。接下来呢是FasterJSON 的这个 poke 搭建。那么最简单的一个 poke 的验证程序呢，就是我们建一个 main 的这个主程序。那么我们在这个poke 类里面建一个 main 的这个类方法，然后直接把我们的 poke 放到一个 string 里面，然后用 JSON precious object 去解析它就可以了。当然 FasterJSON 它是有4种解析方法的，4种都可以利用。这里面我们只需要用我们比较常见的其中一种，任意一种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到我们的 Web 应用。众所周知，很多 Web 应用都使用了 FasterJSON 的组件。我们要更加贴合我们的实战的这么一个环境去测试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去先生成一个 Web 应用。借助我们刚刚的 Spring Boot 框架，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对吧？就是新建一个我们的这个 Hello Controller 对吧？增加一个我们的这么一个 Request Map， 就比如说在这里写到的 Hello， 然后呢去取我们的请求的 Body 中取到这个String 的 JSON， 然后呢进行解析。最后面我们可以System out 相比于我们刚刚的简易的 poke 程序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我们究竟输入的是怎样的 JSON， 它就可以把 JSON 解析之后的这么一个 JSON object 打印出来。比起刚刚的 poke 程序，它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调试的过程中它的报错只能在 IDE 里面去看，会稍微方便一点。当然大家需要调试的时候，还是要结合 IDE 去调试会更好。接下来呢是另外一种搭建的方法。这里面我们就使用的是 try catch 的方法，就是通过捕获这个异常，然后打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获取就是在 JSON 解析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这样它就可以作为 HTTP 的响应来返回了。那么我们第一章就先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来正式走到我们 FasterJSON 的这么一个探测的这么一个环节。通常的话，大家在测试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先一把梭
先打一个 DNSLog 看一看。那么 DNSLog 我们为什么要打 DNSLog？ 它打下来有什么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特别的清楚啊。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探测思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DNSLog 本身它也具有一些很巧妙的用法。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二章，我们先从报错探测来说起。FastJSON 大家平时测试的时候呢，遇到 JSON 的这种请求，大家都可以对其中一个请求，就是它的 body， 我们的这一串 JSON 的字串，它首先它平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正常业务响应，但是当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行添加一个比如说 name 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不常见的参数的这么一个键值对增加进去。这时候呢，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FastJSON 一般来说它都会正常响应，JSON 或者是其他一些 JSON 组件，它有可能会有报错信息，当然也有可能都没有报错信息。你额外加一个键值对，它就是在它业务的代码里面，它就是什么都不解析，什么都不做，也不会影响它的响应这都有可能。那么接下来我们走到第3步，我们去删除它所有的正常的这个业务所需要的这些键值对参数，我们只保留一个我们自己写的一个随机的这么构造的这个参数。那么 FastJSON 这时候一般来说也是会正常响应的。最后我们再删去我们的这么一个 JSON 的这个花括号，删去了之后呢，这时候我们的 JSON 通常来说都会抱有这个带有 FastJSON 字样的报错信息。这是一种基于报错的这种常规的一种探测是否使用了 FastJSON 组件的这么一种探测思路、探测方式。那么接下来则是大家更常见、更易于利用的这么一个 DNSLog 的这么一种探测的方法。DNSLog 的好处就在于，当我们使用 DNSLog 的时候，我们可以探知它是不是 FastJSON 的组件。其次呢，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否出网。当机器出网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更多的可以利用的方式。当我们打下这个点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跳板或者怎么样的利用来说，都会相对来说方便一点。对于那些完全不出网的机器来说，DNSLog 也可以通过一些报错的信息来进行一种信息的获取。当然，我们在 DNSLog 上面是没有办法获取到记录的。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看一看我们常规的这么一种 DNSLog 探测的这么一个 poke。在我们 FastJSON 的解析的过程中呢，当它遇到我们的 AutoType，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它 new 了一个新的对象就是我们以最简单最小白的方式来理解，就是我们先生成了一个这么一个实例我们先 new 了一个对象，把这个对象 new 出来了之后呢，把这个参数放进它的这个 get 方法里面，然后触发了它的这么一个 get 或者 set 的方法。这样呢，它就会假设吧，就是它 new 了一个对象，然后它基本的构造方法里面加入这个参数，它会自动的就是去 get 像这么一个域名发送请求我们就简单这么理解就好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写 Java 代码的时候的这么一个new 一个实例，然后去调查方法大家简单理解就可以。那么 DNSLog 探测的话，也有其他的一些 poke， 在这里的话简要的给大家看一眼就可以了。像是第二种，就是在外层又嵌套了一层这么一个AtType 阿里巴巴 FastJSON JSON Object 的这么一个外面的这么一个 AtType 的这么一个键值对，来先生成了这么一个它的这个预期类，去解析它接下来的这么一些我们的 JSON， 去解析我们内层 JSON。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其他一些测试的这么一些 poke 我们就快速的跳过就好了，都大差不差，就大家都是大同小异。大家可以之后面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是从我们的 PPT 上面获取都可以。然后呢，最后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延时来探测。
延时来探测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通过这个 DDoS 的 poke， 在这里面呢，它会由于解析到未预期的字符而引起就是引起这个死循环，然后 DDoS 就会有延迟，大概会自己在本地测的话，大概会有2-3秒，但是如果在一些比较弱的服务器测就不一定。然后呢，有时候在输入我们这些 poke 的时候，当你删除掉一些花括号或者是方括号的时候呢，它都有可能因为输入畸形字符或者缺少字符而产生报错信息。这些报错信息通常都能够告诉我们它是否为 fastJSON， 或者是我们当使用 DNSLog 的时候呢，会有 DNSLog 记录这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结合这些，我们就可以得知服务器上面的应用到底是否使用了这个组件。好，我们把常规的这么一个组件探测的思路我们已经讲清楚了。而 fastJSON 呢，我们大家众所周知，就是在 1.2.68 以下都是存在漏洞的，所以呢，版本对于我们来说就很关键。每一个不同的版本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漏洞的利用方式，我们可以根据版本来实现不同的利用。探测主要分为2种方法，一种是指定期望类，一种是不指定期望类。fastJSON 在它解析 JSON 字符串，就是我们提交的这么一个 JSON 的 body 的时候呢，它会根据我们所提交的这么一个字符，它会进行一个预期的指定。大家可以想象成，它先拉了一个名单出来，如果你提交的这个 JSON 中包含它这个名单里面的这个字符串的话，它这些指定的这些字串、指定的这些类的话，它就会更快的去解析。如果你不在它预期的这么一个名单表里面的话呢，它再走一遍它的那些复杂的处理流程，慢慢给你处理所以它叫 fastJSON， 它有很多的奇妙的这么一些方法去加快它 JSON 的解析。在市面上来说，它都是最快的解析的这么一个组件当然它也有因为速度快而产生了一些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指定期望类，就是先看一下不指定期望类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 body 中仅仅输入一个双引号 A 双引号，或者是单独输一个 A， 它都可能会产生报错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话是第一个双引号 A 双引号。在这里面，它由于先检测到双引号而进入它这个是否为预期类的判断之后呢，由于它不在预期类 A 里面，由于它不在这个指定的这个期望类里面它不是指定的这个期望的 string Java long string 类型然后它就会产生这种报错而异常信息被抛出以后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error fastJSON 1.2. 多少，对吧？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的话，就是通过指定期望类比如说我们就输入这个 as type Java long autoclosable 这个我们指定了这个期望类了之后呢，它由于期望类接下来它这个键值对接下来没有再跟它这个实例的相关的这么一个构造的，就是它构造方法没有能够给它构造实例，那么在这里呢，它就会触发它的错误。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放出的图里面，它会提示一个fast 最后里面它会提示 fastJSON version 1.2.54这是我本地搭建的，也是大家在 demo 里面可以用得到的默认的版本。当然大家也可以更换成其他版本。我们这里的话是和我们后续的实战是一样的环境，就是同样的是 fastJSON 1.2.54，并且关闭了这么一个 auto type 的功能。那么我们说到第3点，在我们知道了它是 fastJSON， 知道了它的版本在漏洞的版本的攻击范围以内，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AutoType 的探测。AutoType 探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AutoType 是这么样一个功能。大家回到刚刚的这么一个 poke 里面，大家会发现使用 @type 的这么一串
JSON 字串里面，它可以生成一个实例，那么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的相当于在别人的服务器上执行任意的 Java 代码，任意的生成nghiệp务对象，任意的生成实例，任意的去执行它。大家简单的这么理解就可以了。那么它会不会引起一些恶意的那些不法的分子的利用呢？会。所以呢，作者给它加上了一个限制，就是默认在1.2.24以后，它就是默认是不开启的 AutoType 的这么一个功能，为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去利用这样一个功能，并且呢 ，AutoType 即使你开启了，就使用你的在组件里面进行设置，开启了 AutoType 的功能之后呢，你仍然会受到作者所写的这么一个黑白名单的限制，只有白名单或者是不在黑名单里面的类才能够通过这个 AutoType 的这么一个 JSON 的这个JSON 字串去实例化去执行你想要的那些东西。说回到 AutoType， 那么 AutoType 这么重要，我们当然需要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开这个功能。通常我们有2种方法来探测，一种是点 slog， 另外一种就是用 poke。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AutoType 这儿，这里我给出一个 poke， 就是使用 java.net.url 这么一个类，然后呢，我们去打我们 dnslog 这么一个域名。当然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如果大家打过一次之后，比如打了一个 dnslog 1.nosec.dnslog.cn， 然后呢你收到第一条记录，然后你再去发送一次，却发现再也收不到记录了，这可能是因为 dnslog 缓存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大家就可以把 DNS1 改成什么 DNS2、DNS1X 等等改成其他的东西。当你收不到后，你试着去更改它的最下级的这个域名，通常可以刷新 DNS 的缓存，能够达到你收到 DNSlog 的这个记录的目的。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 poke 上再回到我们 poke 上，这个 poke 它为什么能够实现 AutoType 探测呢？因为这里我们会讲到代码，但是我会尽可能简要的给大家讲。这里还是不要看了，我感觉还是讲一下吧。就是说，当我们关闭 AutoType 的时候呢，它在它的 Perl config.java 的这么一个源码这里呢，它在它1011行，它判断是否开启 AutoType。当 AutoType 为关闭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在1000行这里1011行这里检测黑白名单，而接下来会跳进下面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呢，大概在1028行这里，就是它会走到1028行这里，它会判断 classes 是否等于 none。如果为 none 的话，它就去通过它的 map， 我们往下翻通过它的 map 或者是通过这个 file class 去寻找是否在它的一个名单目录，它的一个特定名单目录里面，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白名单或者是一个特殊名单目录。在这个特殊名单目录里面的类，它就可以实例化，直接 return。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return classes。如果它没有在map 或者是在 file class， 就不在它的这个特定列表里面的话呢，它就不会 return， 而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呢，它又会再碰到一次黑白名单的检测。这一次的话，因为上一次它关闭 AutoType 没有在这一轮走过，所以它在下面的代码还会再走当然这个是在这个更下面，我没有给它截图，大家就简单的了解一下。我在这里画了一个更加简要的这么一个图，就是当我们放了一个非预期类，比如说就像我们的Java lang 嘛，我不记得JavaNet 这么一个东西它的 AutoType 当它收到这个东西了之后呢，它先检测这个 AutoType 是开还是关，它先检测开还是关，如果是关的它是否在 map 或者是 file class 里面能找得到如果
如果能找得到，它就直接实例化；如果找不到，它就会跳到下一层的黑白名单黑白名单的判断里面只有被你额外允许的、额外配置允许的这么一些类才可以实例化。那么就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回到我们 poke 上，这个 java.net 等于 URL 呢，这个东西它在我们的这么一个逻辑里面，它在 1.2.43 这个版本它加入了黑名单。那么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当我们 AutoType 在开的时候，呢，它会先进入黑白名单的判断然后你会发现Java.net 等于 URL 在 1.2.43 之后的版本被加入了黑名单，它无法实例化，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收到你的 DNSLog。而当你的 AutoType 为关的时候呢，它就跳过了第一次的判断，而直接走这里。走这里的话，走上面的这个 AutoType 关的这个判断，它会发现它在 Map 里面不是它在这个 Desire Class File Class 里面。它在这里可以找得到之后呢，它就可以实例化，它才可以收到 DNSLog。也就是说，在这里的逻辑是反过来的。当你打了这个 poke 以后呢，你收到了 DNSLog， 就说明它没有开启 AutoType。它就是这么一个去利用它本身代码的这么一个逻辑来实现的这么一个技巧吧。更加简单粗暴的，就是没有那么优雅巧妙的办法，就是这个也是类似的方法，原理的话和那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反过来，它是反过来的，大家可以后续自己在代码调试里面自己去调一调，原理是和它反过来的。这本来这个东西它就是在黑名单里面，然后呢，我们来看另一种方法，就是用 poke，poke 是最简单粗暴的，你可以使用一个脚本，写一个脚本，然后把你在市面上找到了所有的各种版本的，比如说从1.2.24 到1.2.47到1.2什么62、60、63、67各种版本的 poke 全部给它放进来，然后全部给它打一遍这种可以吗？可以，但着实不够优雅。就显得有点那个，但是好处是它比较全面，万一撞上了呢，对吧？我把这个框给大家移掉，大家可以在我的注释里会发现，它允许你在第二行注释在我们下方这个set AutoType 的 support 这里，如果你选择 true 在这里设置好了之后呢，它就允许你使用 AutoType，默认它是关闭的。而在第一个注释里面，我们可以单独的设定，即使你 AutoType 是关闭的，你也可以单独设定某一个可以使用 AutoType 的某一个依赖你可以自行设定。通过 poke 来打的话，它相当于一个一个点一个个已知的漏洞点去打，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比较的相对全面，也比较粗暴，也可能会引起流量设备的这种感知会比较敏感。而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DNSLog 的方法去测试的话呢，就相对的优雅，打一次就可以。而且你可以就是比如自己做一个 DNSLog 平台，这样在流量方面就没有那么的敏感，而且本身 就是 Fast.json 这里你也可以进行一些编码来减少它的这么一个指纹。我们再回到我们业务场景下面的实战探测。这里的话呢，就是我在测试中遇到了一个站，在这里面我发现它的一些接口呢，它使用就是它提交一些 JSON 的字串。那么我们在删除了它的这么一些字串，或者加入一些复杂的畸形的字符了之后呢，就发现它是Fast.json。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图上看到。其实随便输一个，只要它不能够正常解析的，或者是不在它解析范围内的，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Fast.json 的 JSON exception 的这么一个字样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 Fast
fastJSON 组件。然后呢，这里面DNSLog 在这样的一个 poke 下面是没有收到的但是我们先不要气馁，先在它外层先再嵌套一个seek 在外层先嵌套一个键值对了之后，它包裹了内层的这么一个我们的这个 DNSLog 的 poke。我们发现它响应正常了，是200它固定的响应一个这么一串东西而 DNSLog 我们也收到了它的这个信息说明它 fastJSON 的这个组件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我们的 DNSLog poke 打成功了，说明它是出网的。那么我们已经知道2个条件接下来接着测 AutoType。那么我们我打的是另外一个 poke， 我会发现它在这里提示了1.2.54 的版本并且呢在测试的过程中呢在这里面我没有收到它的这个它是另外一个 poke， 和我刚才讲的不一样，它是当你收到 DNSLog 的请求的时候呢这个 poke 是可以知道它 AutoType 开启的，但是我这里没有收到，说明它没开启，和我刚刚讲的 poke 刚好相反。但是其实也差不多，这个会稍微的麻烦一点点，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但也还可以吧，实战我是这么测的。然后呢，在 PPT 的前面那页你们也可以翻到这个 poke大家在直播结束之后往前翻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用 poke 来探测试了几个都发现失败，然后呢它都提示 AutoType 不支持说明它的 AutoType 功能是真的关闭的。那么怎么办呢？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它的这个 Java Lang AutoType， 就是它在预期类里面它允许了一个白名单，就是 Java Lang AutoClassable 这个东西，你可以认为简单认为它是一个超级白名单，只要是这个类它都会放行。那么当我们加入这个这个预期类了之后呢，它会有怎样的反应呢？那结果我们发现 JSON 解析还是失败type no match。type no match 是什么意思呢？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这么一个类为什么呢？然后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响应，它这里说 com 点巴拉巴拉巴拉WeChat server 巴拉巴拉巴拉，这里面是说它里面的研发人员这个网站的研发人员所实现的这么一个接口里面，它不支持你这样输入，所以它自己定制的这个代码当然就不允许你直接去 AutoType 去找到它这个期望类，说明它对你的这个键值它做了一些处理。那么我们来想一下，它既然做了处理，那么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处理绕过去就好了，是吧？那我们先在外层先嵌套一个 SS这里是看到一个师傅的 1.2.76 的 DNS， 当然 1.2.76 已经没有漏洞了只是说可以实现一个 DNSLog 请求而已。我们根据它的这么一个DNS 的这么一个 poke 来魔改一下，在外层再先嵌套一个 SS， 再嵌套一个这个JSON object， 然后我们来打打看，结果就收到了说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绕过它这个接口，它开发了之后开发人员对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影响说到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实战渗透里面知道了我们所需要进行攻击的所有信息都也不能叫所有信息，大部分的这个信息已经收集到了，接下来就是实战去利用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几个先要条件。第一，它是发射 JSON； 第二，它版本是 1.2.54， 在漏洞版本范围内；第三，它没有开启 AutoType； 第四，它出外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AutoType 之下就是关闭之下的这么一个利用链有3种首先这里也就要不得不介绍一下，就是在Black Hat 2021里面由 Ronnie 和
吴 Sakai 师傅所提到的这么一个利用 fake MyCircle 发送反序列化数据的这么一个攻击方式。这攻击方式非常的巧妙它利用了这个 AutoType Classable 下面的这么一些类，就是说AutoType Classable 就是它在它这个超级白名单类里面，它允许你对吧？就是继承就是它的这么一个接口里面，它允许你继承这么多东西。在这些东西里面，当然也包含了读写、I/O 读写、文件的读写、各种流还有这种我们的这个 MyCircle 的这些依赖。这种方法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简单这么理解，我们通过这个 poke 去就是先用我们的预期类我们超级白名单里面预期类 auto classable 来帮助我们生成它接口下面的继承的这些实例，比如说这个MyCircle JDBC 的这么一个驱动连接的这么一个类，帮助它生成一个实例。这个实例会指向我们所指定的这个 MyCircle 的地址去连接它，就是让受害者，就是我们发 poke 过去的受害者的服务器去连接我们指定的 MyCircle。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伪造一个虚假的 MyCircle 服务当它连接上我们的 MyCircle 的时候呢，我们向它发送一串恶意的反序列化的这么一个数据，就可以对它实现 RCE 的攻击这个东西在 GitHub 上面已经有师傅已经实现好了，大家可以去使用。但是它本身所附带的是默认版本的 user zero 大家如果在自己就是执行自己想要执行的更多命令，比如说反弹一个 NC 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的时候，可以考虑自己再魔改一下 user zero这样会更好用一点就简单就说到这儿。因为讲原理的话还会再复杂一点，我们这里时间有限，就快马加鞭的讲下去。还有一种就是读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它是包含了 commands I/O 的这么一个类，它就是相当于继承了前面的这个 auto classable 的接口。那么通过这个 command I/O 我们可以对文件进行读写，这个 poke 呢就可以进行读文件或者是目录，当然也可以有写文件的这么一个 poke这些 poke 都比较长大家可以之后来这个 PPT 上了解讲一下这个写文件嘛。这个写文件的话，它可以用 Spring Boot FatJar 的这么一个漏洞利用去写入到我们的 JDK 的这个 JRE 里面去覆盖当它覆盖污染了我们的 JRE 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污染别人的架包来实现 get shell具体详情可以看一下Land Green 师傅的这么一个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的工具也开放出来了大家可以根据他放出的 demo 来进行魔改。然后呢，这里是实战的话，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么一个 poke 利用方式。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些 poke 是可用的，这里面就给出MyCircle 链和 I/O 链的探测。首先 MyCircle 链，我们这里就以6.0 几为例我们先删去这个 poke 的构造方法里面的参数，来测试我们的这么一个依赖是否存在当如果我们报错 no match 就说明它不存在这依赖。如果 AutoType not spot 说明它在黑名单里就是说明工作人员可能已经将它专门列入黑名单，他们的研发人员专门给它列入黑名单，或者是某些未知的问题才会引发这么一个AutoType is not spot 这么一个报错。当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报错信息来看到它是否存在。如果它提示你这个参数错误了，你没有办法实例化它的这个构造的这个方法没有办法就是参数上有错误，就说明你这个依赖链存在。我们实战中就是这样子还有这里面它会提示就是
创建实例失败，然后呢是因为这里面是因为它通过它这个构造方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一行它构造方法，它在 load blanks connection 的 connect 就是 load blanks connection URL 这里面，它的这个构造方法里面这个参数它是 URL， 而我们的 poke 这里呢，是个 string， 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说，在6.0.4 以上的这么一个版本，它的这个构造方法里面参数就已经从 string 变成了 URL， 它的构造方法改变了之后呢，我们实例化当然就失败了，所以呢就没办法了。当然，研究者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 MySQL 6.0.x 较高版本中，构造方法会有随机选取的这么一个问题。读者可以自行下去再研究一下。这里面的话，实际上测了之后发现还是最终没有办法构造出来。简单来说就是记了，好吧？那么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I/O 链。I/O 链的测试流程也是类似的，这里就不详细的说了，就逐个测出它的每一个依赖是否会出现实例错误，然后就可以知道它依赖是否存在。那么，终于帮我们知道了一切的这种先要条件，知道我们可以有利用的这么一个链条。那么终于可以开始我们的实战利用。那么利用的时候，我们又会遇到一些实战所特有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在第8章为大家讲解。在 I/O 链实战里面，我们发现 JSON 解析只要不报错呢，这个接口它就会返回设定好的这么一个响应。不管你输入什么，输入什么，只要它 JSON 解析没有异常，没有抛出异常，它就给你返回这个。大家在测试的时候常常就会遇到这种让人无语的接口，你说你一点响应的感觉都没有，我再怎么盲判断也没办法，是不是？那么这种时候呢，推荐大家不要像我当时那么头铁接着测这个接口，推荐大家去寻找那些就是接口原本提交了一些参数，然后这些参数在响应中也会响应出来的。比如说我提交了一个 name， 然后它去查询和这个 name 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数据一起返回来的这么一种接口，这样会比较容易测，比较有可能成功。像这种固定响应的这种接口就会显得比较头铁，会特别的难测。然后我们发现加入这个我们之前测试的加入这个 JSON object，就是嵌套在外层解析呢，它还是会报错，就是总而言之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所以我这里更换了一个接口，这个接口的话，它就是大家很常见一种查询接口就是根据它这个 ID， 然后去查 ID 对应的是这个 user ID， 然后 page number 对应 page number，page size 对应 page size，time 对应 create time， 这些都是有对应的响应返回。这种的话就帮我们解析 object 就带来很大的方便，你可以就更加有可能够帮我们解析我们的想要的这么一个 payload。那么测试了多个参数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在 time 参数这里它是终于可以报错了，其他参数要不就是就是没有反应，要不就是有奇怪的问题。在 time 这里它响应了一个错误报告，就是说你输入的错误你的这个 commas IO 的这个实例就是这个 time 方法只支持输入 string， 但是你输入了一个实例，输入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和 string 它不是同一种类型，所以就出现了错误。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什么呢？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实例这个 poke 就是 time 里面的这么一个 poke 的
已经完全被解析了。它不仅被解析了出来，而且已经成功实例化。但是呢，这个 poke 是一个读文件的 poke 啊。这里面我使用的是DNSLog 啊，大家看到这种 URL 的都可以试试把它换成 DNSLog， 因为它出外网嘛，所以我是这样子就会比较方便能看结果。这里面我发现就是它实例化了，但没有完全实例化，就是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实例化了之后有没有执行我想要的那些东西就还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再分析一下啊，首先 Java 8下面Windows 和 CentOS 的 payload 就是读文件的这个 poke 它都是可以解析的，而 Java 11和 Kali 下面搭建会有 XML 的报错当然这个和我们看到这些报错无关。第二阿里巴巴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加入在顶部加入这个 JSON object 加入它这个 JSON 解析的时候呢它没有生成实例去替代掉原本的开发接口，它还是会提示你原本的是什么 bin customer marketing 这些开发自定义的接口上面它不能接受你的这些输入这说明你加入这个 alt type 这些东西它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在外部就是在它的这个，那么会不会是出在这个键值对上面的处理上面有问题呢？我们在外层我们在这个 alt type 这个 JSON object 这个外层再嵌套一层SS 的键值对来解析的时候呢就发现它还是有问题。而且就是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去除掉 ABC 的这么一个引用就是在这里面它有个 refer 是个引用大家简单的认为它就是我在这里就是引用一个 bomb， 它就会去自动的帮我们去启用它 get bomb 的这么一个方法就可以了就简单来说就是说生成实例的时候呢，它需要 get bomb 作为一个前置条件，所以我在这里加了这个东西，然后不管我怎么改，一旦我删掉它或改动掉它，就没有可引用的键，导致完全就没有实例化。然后呢，第4点，在外层嵌套一层新的参数ABC， 然后把原本这里改成 ABC2 之后呢，它没有提示原本的开发接口报错，而是提示发射 JSON 错误，说明我们的说明就是这样子嵌套外层是不行的。那么最后一点，当我们外层首先嵌套一层 SS， 然后呢再嵌套一层 JSON object 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就是删掉这个 ABC 的这么一个键值对，就让它下面没得引用了之后呢，它这里面终于爆出了这么一个实例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实例化的过程中没有先触发它 get bomb 的这么一个通过引用触发 get bomb 的这么一个getter， 因为它没有触发，所以它这个它构造方法在它实例化的构造方法构造过程中就出现了问题。终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报错知道就是它这个引用还是必要的，我们的 poke 本身没有问题。那么综上所述这么多这个条件下我们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代码中类似我们在自己写的 demo 里面的 JSON pressure object 去解析的这么一段代码，然后来帮助我们解析我们输进去的body， 就是我们输进去的 JSON。第二点，最终用于解析的 payload 一定是这个 ABC 这里所包括的这么一个 payload， 并且下面还要带一串引用，这是一个最完整的这么一个 poke， 不能够删改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然后外部的这个嵌套是需要更改的。第3点，正常解析完了这个正常解析完了之后呢，这个pressure object 得到的是 JSON object 的这么一个对象的这么一个类型的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但是如果你想要响应的话，它必须要 return 一个 toString， 它必须要先转换成 string 类型 return 回来，或者是一个system out print 打印出来，你才能获取到响应。这个并且呢，它不能是开发自己定义的接口返回，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接口。我觉得正常人他也不会这么写接口啊，对吧？就是你输入些什么，它就返回些什么，就原模原样的返回，就很少见，很少见。但是呢，其实我们发现答案就近在眼前。还记得之前在 time 参数上面500个报错吗？没错，就是这里，它会产生报错信息，就是它会因为你不匹配它 string，它会告诉你，哎，你输入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不能匹配上它 string，这里面是实例输进去因为实例的这么一个类型和 string 的类型它不匹配，所以它报错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就出在代码上。我们可以这样去猜测它的代码，就是说它先解析了我们输进去的 JSON， 然后呢在 return 的时候呢，它就跳转到它本身业务能响应的那一串自己写的代码里面了。但是呢，只要我们解析过程中出现问题，它就会 exception 去捕获我们的错误响应。捕获我们的错误响应呢，它要通过 return 就是 exception to string， 它转换成这种 string 异常响应作为 HTTP 响应返回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获取了它的 JSON 解析的信息。然后呢 fast JSON 的这个解析顺序是由内而外的先从我们的 payload 开始解析，解析完生成实例了之后呢，再到外层的 time到最外层的这种它的业务代码，这里一层一层往外递进了。那么当一切解析正常的时候呢，它肯定会返回它自己开发定义的接口响应，但只解析一部分的过程中就遇到错误的时候呢，它就会被 exception 捕获，并且 toString 作为 HTTP 响应返回。那么实战的话就很简单了，就用 poke 改一下来打就好了那么这里面的话，这个 poke 打出来的效果就是读它的 etc password， 这里面我就读了一点这个 byte， 这里面就是从第一个byte 从0到128还有56反正就是0到128，你就这样一个一个往前报报出第一个了之后呢，它这里面就会返回一串 base64， 它在你的响应包在你的响应这里 byte 这里面就会返回一串 base64， 这个就是你读到了后的这个文件的内容的 base64 编码。然后呢，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报出来之后，你就会得到越来越长的这么一串 base64， 然后呢，你就可以正常的读到好文件。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HTTP 脚本来跑，这样就可以最终跑出来结果。